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10期。上期的节目回顾了1986年第一季度的游戏，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已经出现了更多类型的三方厂商。由于不同厂商能力与开发条件的差异，发售游戏的素质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，出现烂作的概率也增加了。但我既然是做全集解说，挖下了这个坑，所有的游戏都得平等看待，每个作品都要弄清楚。实际上，任天堂从最开始设下严格的游戏审查制度，前2年还在担心三方厂商不乐意参与，略微放宽审查条件。随着主机的普及，各种厂商不断的涌入，再到后来鼎盛时期，很多和游戏不相关的公司也来参与，任天堂又加大了审查力度。1986年这个时期就处于厂商不断涌入的阶段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这一年4到5月份发售的游戏。迷之村与城，这是继塞尔达之后磁碟机上的第2款新游戏，由任天堂研发4部和人类娱乐公司共同开发。这部作品只在磁碟机上发售，没有卡带，所以国内的玩家应该大多数当年都没有接触过。2023年，游戏被加入了 Switch 网上商店。这是一款俯视视角的动作游戏，以日本江户时代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统治时期为背景。故事讲述了村与城和其他4城的城主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，发动叛乱。幕府派出剑术导师鹰丸，也有翻译叫做高丸，太出戏了，还是用鹰丸吧。鹰丸要从城主那里获得4颗宝石，并最终击败反派 BOSS 春雨。主角有2种攻击方式，都是按下 A 键攻击，靠近敌人或物品时为武士刀攻击，远离敌人时为投掷道具。一开始是投掷小刀，获得对应的物品后可以多段升级投掷武器威力和形式，但有数量限制，显示为画面顶部的卷轴数，可以在游戏过程中补充卷轴，拿到一个卷轴加10点。按 B 键可以使用忍术，类型有10几种之多，有强化自身能力的，如隐身、加速，还有无敌状态。有的强力忍术直接攻击敌人，还有的可以加强射出手里剑的效果。有些敌人的远程攻击还可以用武士刀抵挡，需要看准时机挥刀，还有弹刀的音效非常带感。按照城的数量，游戏分为5关，前4关都分成2个部分，前半部分在城外沿道路推进，后半部分进入城内。最后一关直接来到村与城。敌方的忍者有多种类型，都特点鲜明，还有武士、看门人、土匪这些人类敌人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几种经典的日式怪物。每关的 BOSS 都是一城之主，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攻击方式。最后的 BOSS 村雨是一只妖兽，消灭它之后还会面对控制他们的迷之生命体。最终 BOSS 奥之院。这款动作游戏十分优秀，人物的攻击方式结合弹刀的设计，玩起来节奏明快，但游戏难度颇高，想要通关得多加练习。原创音乐也是高水准，游戏发售几个月之后，官方还推出了管弦乐原声带。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。白眼巨神，杰里可的一款飞行射击游戏，也是从街机版移植而来。游戏的原名阿古斯是敌方 BOSS 的名字。这部作品是纵向飞行射击，但在移动方式上有一些不同。飞船可以上下移动，左右移动时飞船会始终保持在画面中间，背景进行无缝滚动。这种方式后来的一些飞行射击游戏也有借鉴。玩家控制的飞船有2种攻击方式，一种对空攻击，一种通过瞄准器对地面扔炸弹。这类设定在之前的其他很多类似游戏都被采用过。这款游戏在这种攻击方式上做了一些创新。游戏一共有16关，射击武器的类型由关卡决定，每关开始时的武器射击方式都不同，可以通过轰炸地面上的字母 P 来强化攻击。另外，轰炸字母 B 累积后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无敌护盾，轰炸字母 L 过关时结算有奖励加分。游戏还有一个特点是每关末尾都有一个降落环节，根据屏幕上的参考高度线控制降落，失败了也不会损失生命，但武器威力强化会被重置。如果成功，在前一关获得的攻击强化 P 可以延续到下一关。如果降落完成剩余的时间为0，之前获得的 L 字母可以结算奖励分数。
这款游戏虽然在一些玩法上有些创新，游戏难度也不低，但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参照了铁板阵，不管是飞机的造型、画面背景、敌人的设计，随着飞行射击游戏的发展，这些放在80年代中后期都显得有些过时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亚特兰蒂斯之谜，这是 Sunsoft 在 FC 平台开发的一款横版动作游戏，只发行了日版，游戏销量52万份。故事背景是在南大西洋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岛屿，许多探险家来到岛上，但没有一个人安全返回。很快人们开始把这个岛称为亚特兰蒂斯，由于恐惧，没有人再敢去那里。玩家控制的主角温，他的身份是一个业余探险家，前往岛上寻找多年前在此失踪的主人。这款游戏的特点是有众多的场景区域，一共有100个不同的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是独特的设计。玩家控制的主角温从区域1开始前进，场景内有时间限制，这100个区域并不是线性连接的，而是打乱顺序互相交叉联系。有的区域入口很明显就能看到，有的隐藏在很不起眼的地方。同一个场景里经常有通向多个区域的入口，因此在每个场景探索不同的区域是这部作品的乐趣所在。通常数字越大的区域难度越高。温的主人在名为最终区域的场景到达那里救出他就算通关。主角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攻击方式，扔一个特制的炸弹。在某些场景里会有提升能力的特殊道具，共有8个，每个道具都非常有用，如电球扔炸弹时可以照亮地形，鞋子能在云端行走， S 字母可以让炸弹爆炸时产生全屏伤害，五角星甚至让主角无敌，不怕敌人的攻击。但如果以其他某种方式挂掉，这些道具会消失，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们。场景里有很多宝箱可以收集，但里面并没有物品，打开会获得不同的分数。另外，有些场景是开发人员设计的特殊彩蛋。在最终区域救出的主人就是之前介绍过的游戏《农夫忍者》里的主角人物。据说游戏在开发时的目标是要超过超级马里奥，但结果显而易见，除了场景数量上确实超过了，其他的部分和马里奥简直没法比。可以看出，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，场景设计上花了过多的精力。这部作品的操作手感极差，作为一个动作类的关键，这一点完全不合格。画质水准也在平均水平以下，整体显得非常的偏科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鬼太郎妖怪大魔镜，由东星软件开发，万代发行的一款作品。日版的游戏基于动漫鬼太郎改编，同年发行了美版，游戏名改成了忍者小子。人物主角从鬼太郎替换成了一个戴着白色头带的小男孩，和动漫相关的部分背景音乐也做了替换。咱们这里照例还是以日版画面为主介绍。鬼太郎没有血条，采用一击必杀的设定，画面上方的眼球表示生命树，常规武器是发射针，可以在场景中获得直铁炮、长枪科、遥控木击、火焰这4种额外攻击武器，数量都有限制。游戏总共由16关组成，每关开始都会来到一个俯视的大地图上，会有几个白色魔界的门和一个黄色的妖怪城。开始时妖怪城是封锁的，不能进入，要先在白色魔界中找到水晶球，解除妖怪城的封印。水晶球出现有随机性，有时进入一个白色魔界就能拿到，有时全部打完才会出现。完成的白色魔界门会变成花田，这些门进入后不是固定关卡，有一定的随机性。又分成了4大类。第一类妖旗魔镜，目标是收集10个漂浮的灵魂，其中又分为神社、墓地、森林和河流4种场景。第二种妖界魔镜，目标是消灭10个敌人，又分为博猿和巫夫2个不同的场景。第三种妖空魔镜，鬼太郎骑着一种反木棉在空中战斗，类似于飞行射击类的游戏，同样要击败10个敌人，也分成了4种场景。第4类妖炎魔镜，目标是点燃10根蜡烛，有骷髅谷和仓库2种场景。每次达成魔镜的条件后，会出现2扇传送门，一种直接传送回大地图，如果走错门会进入妖怪地狱，要消灭一个小 boss 才能出去。拿到水晶球后进入妖怪城和 boss 战斗。
如果之前得到了陶笛，还可以召唤同伴帮助战斗。BOSS 战中同伴非常有用，16关全部通过后，游戏不会结束，会从第1关的场景开始循环。场景里还有很多动画中的物件作为奖励分数出现。这款游戏的日版从主题到角色都做到了对动漫内容的深度还原，游戏的玩法套路也非常不错。但作为动作游戏，缺点也很明显，人物操作的惯性极大，从静止到运动，从运动到静止都是如此，非常难精确操作。在有些情况下还得一点一点的挪动才能达到目的。这种过强的惯性设计已经影响了游戏的流畅性，损害了游戏整体的创意，非常的可惜。不过凭借着动漫的高人气，游戏在日本的销量还是很高，卖出了125万份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打空气2 1985年在 FC 上移植了打空气的初代，受到了一致好评。1年之后，南梦宫又将续作搬上了 FC 平台。这作当中仍然是控制主角娃娃，他的敌人还是戴着巨大红色护目镜的 Pukas 和绿色的喷火龙。游戏的场景改成了岛屿，除了和前作一样可以用气泵给敌人充气之外，取消了1代里用石头砸敌人的设定，换成了通过钻头挖岛上的木桩，可以使地面产生裂缝。完全裂开后，较小的一半土地会塌陷掉入海里。如果能让同时多个敌人掉下去，会有额外的加分。这作当中也没有了剩余一个敌人逃跑的设定，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如果还没有过关，敌人会跳入海中撤退。一关当中，岛屿塌陷3次会出现蔬菜奖励，有时候海面会弹起鱼，用钻头击中会有加分。红色的鱼500分，紫色5000分。这代 FC 版一共有72关，由于更改了玩法，给敌人充气已不再是主要的攻击手段，而是想办法通过岛屿塌陷消灭敌人。游戏的节奏也会变得非常快。这样的更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普遍认为游戏性比前一作要差了一些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影之传说。1985年，泰东公司在街机上发布了这款著名的横版动作游戏，发售后的销量超出预期，随后将游戏移植到各个平台。这部作品也是作为经典被收录到泰东的各种合集，后来还推出了重制版。游戏以江户末期的日本为时代背景，玩家控制的主角影是一名忍者，目标是营救被雪草妖四郎率领的魔族军队给绑架的雾姬。影的攻击方式有剑和手里剑2种，手里剑一次最多发射2枚，挥剑可以抵挡敌方手里剑的攻击。小时候对主角的跳跃能力印象很深，按方向键上就可以瞬间起飞，并在空中滑翔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游戏采用一击必杀的设定，但可以通过获得水晶球强化，拿到一个变成绿色衣服，再获得一个变成橙色衣服。手里剑攻击会加强，往后不会再有变化，可以抵御一次敌人的手里剑伤害，但无法抵御火焰和烟雾弹。获得卷物可以发动攻之术，持续消灭出现在屏幕上的敌人。另外还可以获得分身之术，影变成半透明的2个分身。阿修罗之术发射8方手里剑，2种忍术都有时间限制。应该很多朋友小时候都误解了游戏的关卡数，以为救出血姬就算通关，或者以为就是反复循环没有通关。实际上 FC 版一共有3个章节，青叶之章、红叶之章和雪之章，代表了3个季节。每章内又分为几个场景，从森林到漏洞再到城墙，最后城内救出血姬为通过1个章节。不同章节场景循环，但贴图颜色变化。第2个红叶之章会遇到 BOSS 雾雪之界，而在第3章会遇到最终 BOSS 雪草妖四郎。完成3个章节，第3次救出血姬会出现通关画面。游戏本身的素质很优秀，音乐更是独具魅力，但随着80年代中后期家用机游戏的发展，这部街机移植作品的体量显得略有不足，内容偏少，后来也成为各种合集卡带的常客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炸弹人杰克，特库摩在红白机上发行的第一款游戏，这部作品是基于1984年街机版的游戏开发的续作。
玩家扮演的角色炸弹人杰克，他是帕梅拉王国皇室家族的成员，是所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，性格胆小。国王别西卜绑架了其他的家族成员，胆小的杰克走上了拯救家族之路。杰克不能攻击敌人，也不能碰他们。A 键可以跳跃，结合方向键控制跳跃的高度，最高能到达天花板。从空中下降的过程十分缓慢，结合左右方向键可以不断调整空中的位置，这形成了游戏的特点和主要玩法。场景中有很多带有家族头像的金币可以拿取，数量在画面的右上方，用字母 M 表示。按 B 键可以使用金币获得力量，使用1枚或连续2枚或者3枚，人物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，身体的颜色也会不同。可以打开之前无法打开的宝箱，不用通过跳跃也能开箱，还能将敌人短暂变成硬币。跳跃一定次数后，这些力量会消失。如果积累了超过9个家族金币，会被传送到酷刑室，家族金币也会被全部没收，并且需要跳跃50次才能逃脱。另外，游戏中还有特殊的物品可以获得能力或分数，如强力球 P 也可以让敌人短暂变成硬币。游戏共有16关，每关分成2个部分，前半部分是行动区域，完成后来到一个皇宫房间，房间里躲避敌人，同时收集炸弹，完成后过关。另外，很多场景中还有不少隐藏物品或者隐藏房间可以进入。游戏凭借着独特的跳跃手感和丰富的收集元素获得了不错的评价，整体难度比较高，个人感觉属于那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意思，上手玩起来还不错的游戏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宇宙巡航机，著名的横版飞行射击游戏系列第一作，最早1985年发布于街机平台，后来进行了多平台移植。这个系列是横版飞行射击游戏的代表之一。第一作发布以后20年的时间内，陆续推出了多部续作、外传和衍生作品，也是科乐美的经典 IP。 游戏的英文名 Gradius 是星球的名字，主角维克毒蛇驾驶着宇宙飞船和外星生物细菌军团作战，保卫 Gradius 星球。经典的武器升级系统是游戏最大的特色，通过击毁一个编队或红色敌人，可以获得能量胶囊，然后对战机进行升级。获得能量胶囊后，画面下方对应的槽位就会被点亮，每获得一个能量胶囊，亮点就会前进一格，然后按下按键即可获得相应的技能。从第1格到第6格依次是提升速度、增加导弹，第3格升级成 Double 弹，第4格升级成 Laser 激光弹，第5格增加 Option 分身， FC 版最多拥有2个分身，第6格增加护盾，升级后可以抵御敌方的攻击。游戏总共有7个关卡，每关的设计都精巧独特，不同风格的场景搭配不同风格的敌人，火山、巨石阵、摩艾石像、沙漠、触手、细胞、要塞，这些都成为后来整个系列的标志场景。前5关的 BOSS 为核心战舰，第6关面对 BOSS 细胞核，最后一关要消灭电子脑。当时这部作品的推出将横版飞行射击游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成为了标杆，对后来的很多游戏产生了影响。红白机移植版缩水了不少，难度也做了调整，可用分身从4个减少到了2个，游戏体验比街机版略逊一筹。不过 FC 版本加入了独有的经典秘技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， 在后来科乐美游戏中被广泛使用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算术1年级，这是东京书籍公司推出的一套教育娱乐软件，通过小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一边游玩一边练习算术。整个系列覆盖小学1到6年级，按照算术难度共推出了5盘卡带。看名字就知道这座是针对1年级的小朋友，有4个小游戏：汽车追逐，画面上方显示算术的题目，控制小汽车追上正确的数字，填入答案；兔子游戏，控制兔子找到正确答案的数字卡片，然后回家；牙医游戏，躲避牙齿里的细菌，选择正确数字的牙齿答题；气球游戏，要坐上正确数字的气球升空。有1年级，当然就有2年级。这部里面的4个小游戏发生了变化：逃离迷宫，方向键控制在迷宫中移动，碰到魔鬼就得做算术题；高尔夫球，
一只企鹅边打高尔夫球边做算术题。组装机器人，限制时间内答对题目可以正确安装机器人。打地鼠，在99乘法口诀表上输入正确的得数打地鼠。算术3年级在同一天发布的第3盘卡带，也是4个小游戏。潜水艇游戏，控制潜水艇躲开炸弹，选择正确的得数或余数。太空游泳，躲避外星人的飞船，在画面中找到正确的数字卡片，填入上方的式子。公寓游戏，在一栋公寓大楼里躲避鳄鱼并找到正确的数字卡片。汽车追逐，在一个简单的迷宫场景里躲避汽车，找到正确的数字填入算式。作为教育类型的卡带，严格来说并不算游戏，评价的等级也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叠对叠游戏最早1984年发布于雅达利和多个计算机平台，后来 Camco 移植到红白机上。游戏改编自60年代美国的一部老漫画，搬上红白机后，日版增加了一个新的背景设定。游戏中的黑白2个人物分别代表 Camco 和竞争对手 Tomco 旗下的商业间谍，他们的目的是争夺游戏行业老大 G-Tendo 开发的磁碟机系统。不得不说 Camco 这个马屁拍得很及时。这是一款玩法独特的动作游戏，可以和电脑对战，也可以双人对战，2人游玩更加有乐趣。游戏的目的是在类似迷宫结构的多个房间里收集4件物品：蓝图、护照、钱和钥匙。如果获得手提袋，还可以把东西都放进包里，否则一次只能拿1个。集齐后从标有飞机的出口离开。2个间谍先完成任务的一方获胜。每次对局有时间限制，一开始双方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杀死对方，死掉的一方会扣除30秒的时间，如果时间耗尽也算输掉。杀死对方的手段可以是在场景中某些地方设置陷阱，如炸药、铲斗电机等物品。对方来到该地点后，如果被命中就会直接挂掉。每种陷阱都有对应的解除工具。如果双方来到同一个场景，可以直接互殴。红白机版中的互殴还可以使用警棍和小刀这样的武器。每次对局结束后返回选择界面，可以重新选择游戏等级，总共8个级别，从1级到8级，房间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依次增加。1级只有6个房间，而8级共有34个房间。这款游戏因为其独特的玩法显得与众不同，后来也推出了好几款续作。双人游玩比和电脑对战要有意思得多，通过各种方法使坏陷害真人，比陷害电脑更有成就感。一局时间也不长，属于不错的双人休闲游戏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霹雳机车，日本物产开发发行的游戏，最初版本是1984年的街机版。虽然红白机上是移植作品，但相比街机版做了较大的改动，从纵向卷轴改成了横版。观看游戏名会误解这是一款赛车游戏，但实际上它是横版飞行射击游戏。玩家控制的悬浮机车吉尔吉特佩特拉救援每个场景中的佩特拉人，机车可以发射子弹攻击，清除画面中的障碍物和敌人。在奇数关卡还有敌方人员也驾驶悬浮摩托车，除了用子弹攻击，还可以直接将他们撞毁。偶数关卡没有敌方的机车，以场景中固定敌人为主，同时机车飞行的速度也会变慢。画面正上方显示了机车的能量，飞行和射击都会消耗能量，可以获得场景中的能量胶囊来恢复。除了能量胶囊，还可以通过射击敌人和障碍物获得五角星和其他奖励。沿途救下被遗弃的佩特拉人，他们的外形和其机车的主角一样，过关后根据救到的人数结算奖励分。这部作品除了撞击敌人的玩法上有些特别，其他方面就是一款很普通的横版飞行射击游戏，画面比较粗糙，不同的关卡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特征，个人评价2颗星。勇者斗恶龙，著名的日式 RPG 游戏系列的开山之作。艾尼克斯和春软曾经合作开发了港口镇杀人事件，在合作的过程中，设计师枯井雄二和春软的中村光一就注意到西方的 RPG 游戏巫术，并尝试将一段地下迷宫探索的内容加入到作品当中。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有介绍过。在当时 RPG 游戏还是针对核心的电脑游戏玩家，
枯井和中村想要制作一款 FC 上的 RPG 游戏，不需要键盘，用手柄也能简单操作，并把自己带入到角色当中，即使不熟悉这类游戏的玩家也能愉快游玩。于是诞生了《勇者斗恶龙》这部作品。枯井雄二设计故事剧情，中村负责程序，并请当时正在连载《龙珠》的鸟山明设计人物角色，苍山浩一负责游戏的音乐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叫阿弗雷加德的国家，玩家作为传说中的勇者罗托的后裔，目标是救出被龙王绑架的公主，并打败龙王。在游戏的过程中，打败敌方角色来获得经验值和金币，升级并购买强烈的武器和防具来增强角色的实力，逐渐扩大探索的区域，从城镇居民那里获取信息，并以此为线索获取重要的物品和解开谜团。人物的参数除了经验值和金钱之外，还有生命值、魔法值、力量、速度、攻击力和防御力，最高可以升到30级。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可以学习魔法。战斗画面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，这个设定在系列当中也被沿用。初代游戏里只有1v1的战斗，主角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，敌人也都是单个出现。以上说的这些内容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在近40年前足够让玩家感到震撼。就好比一些经典的诗句被创作出来之后，生活中会被人反复引用，以致大家都习以为常，但你仍然得承认创作者的才华。初代作品中也有些特殊的设计，在与最终 BOSS 龙王对话时，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选项，文字就会变成红色，地图也会变黑，并且屏幕会完全冻结，导致游戏无法继续，这就是坏结局的设定。由于是艾尼克斯的初次尝试，加上硬件限制，初代作品还是存在一些瑕疵，特别是在游戏的系统上，人物从宝箱或商店获得的武器和防具都是自动装备，被替换掉的装备会自动放弃，这在现在看来明显不合理。人物指令的操作也过于繁琐，如和 NPC 的对话要先选择对话选项，然后还要选择东南西北的方位才能进行。日版游戏中人物横向移动时会像螃蟹一样侧着走路，不会转身，显得很不协调。另外，卡带还缺少了存档功能，采用老式的密码保存，需要和国王对话记录复活咒的密码，下次开启游戏时输入。老玩家都知道，它并不能记录结束游戏前生命值、血条、道具的实时状态，而是一种阶段性的记录方式。以上的两个问题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3年后发布美版时已经解决。综合下来，这是一款瑕不掩瑜的作品，为后来的整个系列发展铺平了道路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不错，还请3连支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